胜吧娱乐圈，吃瓜不迷路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无极六兽 TV Show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位在内地发展高开低走的童年女神徐若瑄。从参演3级片到辱华言论，她被内地娱乐圈封杀的可谓是相当彻底。但在这之前，她曾经凭借美貌统一了两岸3地的宅男审美，而如今她却无人问津，这样的落差也是 real。令人唏嘘了。徐若瑄的走红始于《少林小子》这部26年前的电影，当时只有21岁的徐若瑄，气质清纯出众，在电影中的一颦一笑，简直美出了一个时代的新高度。就在大众为她打上清纯玉女的人设标签时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观众眼中的乖乖女她变了。在那之后，她在殿堂级限制影片《天使3部曲》中的表现，简直是又纯又欲的教科书级示范。姣好的面容和傲人的身材，加上与生俱来的表演天分，这已经不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而是老天爷亲自下场喂饭吃的程度了吧？尽管星途看起来一片大好，但徐若瑄的身后也有着相当沉重的家庭压力。徐若瑄的家境在当时有一些不尽人意，父母感情破裂离异，让这个本就不算温暖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身为家中老二的她，又是母亲常年的重点忽视对象，这样的生长环境为她桀骜倔强的性格深深地埋下了伏笔。外表秀气柔弱的她，内心其实充满了叛逆。我逃课，我顶撞老师，我成绩垃圾，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女孩，本应该在人海中籍籍无名，但她偏偏就成了那个万中无一的天选之女。1979年，4岁的徐若瑄在林青霞主演的电影《难忘的一天》中出演了一个路人甲的龙套角色。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，命运开始把她和娱乐圈紧紧地绑在一起。1990年，初出茅庐的徐若瑄获得了一场演艺比赛的冠军，第1名的她和另外2个参赛女孩被公司批可成团出道。本以为自己拿到的是 TFBOY 的剧本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实际上竟然是 Sunshine 这个名叫少女队的组合。出道不足2年，就因为种种原因匆匆解散。徐若瑄的走红之路可谓是一波3、4、5、6、7、8折了。But 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因为组合解散，偶像歌手徐若瑄被强行闭麦下线，演员徐若瑄开始正式营业。怎么说也是从小看惯了大风大浪的女孩，徐若瑄的内心远比同龄人更加成熟，儿时复杂的经历也为她的表演赋予了百变的可能。徐若瑄也因此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，性感女神的名号红遍了两岸3地。在那个没有饭圈私奔、粉丝控评、打榜投票的年代，徐若瑄真的可以说是实红。在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后，徐若瑄选择趁热打铁，赴日发展，用 Vivian 的艺名加入了一个全新的歌唱组合。这次这个组合没有惨遭解散，反而让演员身份的徐若瑄成功转型，不但在当地的歌唱对抗综艺中声名鹊起，还成功的发行了单曲 EP， 坐实了自己的歌手身份。对于这个让自己实现了长久以来音乐梦想的国家，徐若瑄始终心怀感激。在后来她被爆出不当言论后，理所应当的遭到了许多网友的抵制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，断送了自己在国内的事业发展。徐若瑄在镜头前表示，内地这个国家我再也不想去发展，那个国家犹如我的养母。时隔多年，这种言论造成的影响仍旧未能消除，今日分裂祖国的头衔也始终紧紧地冠在她的身上，以至于当她后知后觉的求生欲觉醒，明确地在节目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自豪之情之后，仍旧无人买账。而新人辈出的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肤白貌美、大长腿的女神，一个有污点的艺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更何况一个被主流媒体和观众强烈抵制的艺人，怎么看都是再难翻身了。
想要专心搞事业，却高开低走，徐若瑄的感情也是不尽如人意。从吴奇隆到吴建豪的人，这位性感女神的归属总是备受关注。因男方家长不满，被迫分手，被背叛，无疾而终的结束一段恋情。徐若瑄的感情经历可以撑起一整个晋江文学城的穿越重生网文素材。从小吃够了生活的苦，徐若瑄有着和范爷截然不同的价值观，那就是我要嫁豪门。她曾在镜头前坦言，如果嫁给有钱人，经济状况好，生活也会更好。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。有一说一，这种坦诚的态度还是蛮令人欣赏的。所以说，原生家庭真的是太重要了。雄厚的资本是徐若瑄一直以来都在追逐的安全感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她才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和刚刚相识不久的贵人李云峰闪婚。豪气冲天的盛大婚礼，可以说气哭奚梦瑶，羡煞郭碧婷。然而万没有想到，豪蒙梦碎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婚后不久，李云峰的公司就传出申请破产保护的噩耗。可怜徐若瑄产后休养不过半年，就要匆匆复出给儿子赚奶粉钱，实在也算是闻者落泪，听者伤心。不过好在李云峰的公司并未完全陷入绝境，一段时间后，事业风波就渐渐消散。徐若瑄总算是没有沦落到一个人奶全家的悲惨境地。在一次访谈节目中，他对主持人表示，若是人生一直都是一帆风顺，那也是很无趣的。尽管如此，付出的徐若瑄也早已是风光不再。几番受挫之后，她现在选择转战幕后。不得不说，这也算是一个颇为明智的选择。2020年11月初，徐若瑄监制并主演的《孤味》全线上映，影片也取得了差强人意的票房成绩。这部探讨人生取舍和放下之难的影片，像极了徐若瑄的前半生，也引发了她对人生的强烈共鸣。在电影的首映会上，徐若瑄对当年李云峰的事业危机做出了正面回应。面对镜头，她看起来非常轻松地说：“大不了上山种田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能有如此洒脱的心态，也算十分难得。”尽管徐若瑄本人还算豁达乐观，但伴随在她身边的争议却从未停止。最近，她更是因为主持了一档颁奖典礼，再次被大众炮轰不专业、没实力。这样看来，徐若瑄的事业发展仍旧是举步维艰。你看好徐若瑄的发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订阅、转发、点赞3连。无极六兽踢鬼兽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